各位朋友，前2天的時候，華為公布了突破摩爾定律的這個壓縮時間的超定律以後，中國國內的很多的公知直人啊，這個紛紛出來質疑，說這華為吹牛啊，說 PPT 啊拿不出實物來呀，說是所謂的這玩意兒人家那個美國早就搞了呀之類的，包括啊這個王曉東，這個王曉東也被這個中國網友給罵的是狗血淋頭，項立剛一針封喉啊，一針見血的指出，你一個王晓東，你在日本留学，你是不是拿了他們的外務省的钱呢？回来潛伏的间谍啊？結果这王曉東這老小子被弄慫了啊，然後呢說，我以後我不說國內的事兒了，行不行啊？慫了啊。那個確實啊，華為足夠拿得出證據來打這些公知直人的臉。傳來的最新的消息就是，華為將在今年秋天量產首個採用超定律的等效3納米的芯片，手機芯片何庭波公布了麒麟2026的芯片將在今年秋天搭載到華為最新型的手機上，這可不是吹牛啊，朋友們。這個今年秋季的時候，華為將發布麒麟2026，這是邏輯折疊技術首次在芯片上實施。那有人說，這個進行到什麼程度了呀？你放心，華為絕不是那種 PPT 公司，華為說過的實際上就已經實現了。根據網友的這種挖掘吧，麒麟芯片狀態欄一欄今年秋季要發布的2026以及明年的2027芯片已經標記為叫做歸後狀態，就這意思吧，就是這個芯片已經完成了流片，從晶圓廠獲得了實際的硅片樣片，進入了芯片級的測試、調試和良率提升的階段。2026、2027都已經流片了，而2028、2029還是處於設計的階段。多個中國的科技媒體都證實了這個事情了。那用的是國產的 DUV 多重曝光，並非是 EUV 啊，是國產的7納米的完全自主的成熟進程。那麼等效水平呢，是邏輯折疊以後等效3納米，晶體管的密度較上一代增加了 53.5%， 接近了台積電的初代的3納米英特爾 18A 的工藝水平。 CPU 的主頻大核 3.1G 就是說增加了 12.7%， 就是 P 核的能效增加了 41%， SRAM 的頻率增加了 40%， 架構呢雙層邏輯折疊 TSV 垂直互聯，間距 1.5 這是把2維電路疊樓互聯線長從毫米級縮短到了微米級間距只有 1.5 微米。這個性能提升呢CPU 和 GPU 增加了 40%， 能效減少了 35%這個對標主流的3納米的旗艦，內部代號麒麟2026，商用或者叫麒麟9050 Pro， 已經進入了流片量產階段了。朋友們看到了嗎？這就是華為拿出來的真實的技術水平。根據這個行業博主的透露呢，這個芯片呢將搭載尚未發布的 Mate 90系列手機。這個消息呢進一步驗證了華為在芯片研發領域的持續投入與創新的能力。
那麼回顧上一代的麒麟9030系列呢，華為採用了差異化的雙芯布局的策略，同時推出了標準版的麒麟9030和高配版的麒麟9030 Pro 2款芯片，滿足不同這個群體的要求。按照這一產品邏輯規劃的話，麒麟9050系列預計也將延續這一策略，推出標準版和 Pro 版2個版本，覆蓋不同價位的旗艦機型的市场。其中定位頂級的麒麟9050 Pro 呢，将率先在 Mate 90 Pro Max 機型上亮相。這款芯片的綜合算力表現有望成为華為歷史上性能最強的量產手機芯片，為用戶呢帶來更加流暢高效的使用體現呢。這個突破展示了華為芯片技術上的深厚的積累啊。那有人說，那這個芯片相當於這個哪個芯片呢？有人說這個芯片應該是超越了高通目前最先進的制程的芯片是對標了這個台積電3納米的工藝，而華為給出的遠景呢是2031年實現等效1.4納米的這個程度，看到了嗎？說史上最強的華為 Mate 手機穩了，很多的中國的科技博主都宣布了这个事情，这可不是說小道消息空穴來風啊！我覺得這個事情大概率的在今年秋季會成真的朋友們，這可是又一個中國科技的里程碑呀！你想想，如果按照這個步驟走下去的話，2031年達到1.4納米的等效的話，那有人公知們那些職人們又說了，那人家那個也在進步啊，人家拿那個2納米的，人家在做邏輯折疊呢。他問題是，目前這個專利和技術路線在華為手裡邊而且呢，就是光刻機的2納米已經到頭了，明白嗎？就是阿斯麥現在的2納米的光刻機，台積電都不買。它生產出來沒人買，為什麼台積電不買呢？因為他們算了一筆賬，因為當這個製程就是實際上製程小於5納米的時候，已經沒有啥這個物理上的意義了，你只能是通過一些就是芯片的一些底層的一些設計上的構型的改變，來改善這個電子隧穿的這個效應。5納米以下基本上已經沒有啥意義了，所以它做出2納米的這種製程來，跟現在的這個3納米工藝沒有本質區別，而且價格老貴的了，又不放開讓中國人買你要是放開的話，中國人那是樂於嘗試世界上最新的科技的你甭管多貴，對吧？可是現在呢台積電不買那2納米的光刻機砸手裡了，再過2年這中國的光刻機5納米的都出來了，然後3納米的，然後再加上人家華為的邏輯折疊濤定律，是吧？那早晚得把那個台積電還有這個荷蘭的阿斯麥給它捲死你不讓中國人這個玩吧，那中國人就掀了桌子捲死你們，讓你們也別玩了。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